但它是怎么做到在这个体积内集成了所有的功能呢？它的拾音、耳返、降噪到底靠的是什么样的方案呢？咱们一步步揭开这台 DM40 Pro 的核心秘密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上期视频我们全面测试了这款 DM40 Pro， 无论是录音的音质、耳返的延迟，还是 RGB 灯效的可玩性，这个产品表现都算得上亮眼啊！既然已经说了要来一次彻底的拆解，那么我们这次兑现承诺，我们不仅要拆开它的灯光滤网，更要直击内部的电路板，看看这个麦克风到底是生而有实，还是光说不练。今天的视频将从结构拆解、电路架构、关键元件，再到设计用料，一路分析到骨子里。如果你对桌面麦克风的内部工艺、用料细节、音频路径感兴趣，那么这个视频你绝对不能错过。话不多说 ，DM40 Pro 开拆。这个支架的做工绝非是那些山寨品可以比的啊，而且这个材质的刚性也是很不错的，旁边的铁皮厚度也是有的，而不是薄薄的一层。支架的稳定性的话，我试用了这几天还是很不错的。这个是不吸磁的铝合金材质的一个铝柱架子，这个刚性也是很不错的。数据线的话，我们这期视频不拆解，因为这个就是一个传输数据用的。先把这一个避震网我们把它取下来，避震网的弹簧圈，这个避震网是塑料支架，应该是采用的 ABS 工程塑料。麦克风底部是一张塑料的贴纸贴上去的，我们把它取下来。取下以后，我们可以看到有3颗螺丝，螺丝卸掉，我们拔出这一个旋钮的帽子，然后就可以拉出麦克风本体。内部还有一颗电池，我们把电池取出来。电池是通过排插安装在主板上面，网罩上面焊接了一根线，这是一根 GND 线啊，直接把它剪掉，我们拿出这个网罩。还有一层防喷海绵，我们就可以看到麦克风内部的框架结构了。这里一颗电容麦，然后这是主板，整体的框架 ABS 工程塑料做的。底部这里一块 RGB LED 灯板，顶部这里还有一块 RGB 的灯板，一根软排线直接连到上面的灯板上面。顶部还有4颗螺丝，取下来以后就可以把顶部这个盖板给取下来。这上面是触控弹簧，灯板上面有隔音泡棉，还有2颗芯片。这一颗麦克风通过一根排线连接到主板上面，麦克风被固定在这一个硅胶材质的支架上面啊。这个固定麦克风的同时，还可以起到缓震的作用，防止产生杂音。底部的灯板也是通过软排线连接，灯板是通过双面胶粘在麦克风支架上面。主板本体用4颗螺丝安装在这个麦克风支架上面，断开排线，我们就可以拿出这个主板本体。兄弟们，刚才不好意思，咱们前面的音频有点问题，都是这个麦克风，咱们刚刚把这个麦克风放反了，声音录出来怪怪的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。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一个主板，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结构及元器件。DM40 Pro 的主板采用高度集成化设计，内部电路结构其实远比你想象中复杂。别看它体积不小，该有的模块一样不少。从前端拾音、主控处理到灯效控制、耳返输出，再到整机供电、无线通信，每一个部分都各司其职，分工明确。双主控的架构，高集成度音频 SOC， 电池与 DC-DC 独立的升压，外加充电保护，整机结构可以说是一套无线麦加 USB 麦的融合。但它是怎么做到在这个体积内集成了所有的功能呢？它的拾音、耳返、降噪到底靠的是什么样的方案呢？咱们一步步揭开这台 DM40 Pro 的核心秘密。供电部分采用一颗来自东莞市微力源电子的18650锂电池作为供电核心，电池容量为2600毫安时。深圳微源半导体出品的 LP40761负责充电管理。
这是一颗典型的线性充电芯片，支持过温、过压与过充保护。而主供电则由一颗私印型号为 FFBI 的 DC-DC 升压控制器担任。虽然具体型号暂不可考，但其搭配的427合金电感和2颗220微法10伏的大容量电容的配置，足以提供稳定的5伏或3.3伏的主供电输出。主控与无线系统，核心控制器为珠海深具科技出品的 WS300A 音频 SoC， 具备丰富的音频接口和双模无线支持，负责拾音信号的模数转换、数字处理、美声算法处理，并通过 USB 或 2.4G 输出音频数据。同时，它也控制整个监听通路和蓝牙配对流程，是音频系统的绝对核心。与之配合使用的一颗贴片陶瓷天线，体积虽然小，但承担了整个无线链路的信号收发任务。焊接结构为双引脚接主控，单引脚接地，标准的耦合天线布局。灯效与控制逻辑，人机控制部分采用的是红金科技 STC8 系列单片机主控，搭配一颗 EC11 编码器旋钮，2颗触摸芯片，一颗拨码开关，一颗开关按键，实现灯效、增益、静音、监听的切换控制。触摸芯片的私印型号为 233HH， 来自台湾通泰集体电路，分布于顶部的 LED 灯板上面，用于静音切换和降噪的启用。STC8 与 WS300A 之间通过 UART 或者 IRC 通信，协同管理工作模式和音效的调节。助基地麦克风音频采集模块，助基地麦克风为16毫米的直径，隐约可见内部的镀金结构，明显是偏高规格的单元，配合板载的偏置电路与电容滤波，为 WS300A 提供稳定的音频输入。该麦克风为单端结构，由 WS300A 直接做前级放大与模数转换。整机的抗干扰细节，主板上面引出一根单独的地线，焊接到金属的外壳内部，是为了增强电池屏蔽能力，同时防止用户接触金属外壳时产生静电放电干扰，能有效的提升音频的纯净度与系统的稳定性。通过对这一个闪客 DM40 Pro 的全面拆解和测试，可以说它的内部设计相当用心，也充分体现了厂商在成本与性能之间的平衡。电路采用了双芯协同的设计思路， WS300A 作为音频的核心，这让这款麦克风在音质和连接稳定上都有可靠的保障。搭配 STC8 MCU， 专注于灯效控制、旋钮和触摸开关等人机交互细节，让使用体验更加的顺畅自然。供电部分采用18650的圆柱电池加上 DC-DC 的方案，保证了长续航和稳定的电压输出。助基地麦克风单元也属于中高规格，带有镀金的结构，拾音能力出色，细节表现明显优于普通的小型麦克风。在整个拆解过程中，整体做工扎实，布局合理，关键器件选型稳健，抗干扰设计到位，尤其是外壳接地的设计，有效减少电池噪声和静电干扰，为音质的稳定性加分不少。我来提点建议吧。DC-DC 电路中采用的普通的滤波电容，如果升级为 DESR 的坦电容，能将进一步降低纹波和电源噪声，提升供电的纯净度和稳定性，不仅能带来更出色的音质表现，也可以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和卖点。当然，产品设计总要在成本和性能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。目前这个方案已经足够稳定且实用。总体来说，这款闪客 DM40 Pro 在紧凑体积中整合了丰富功能和多模无线技术，表现出了较高的性价比，是内容创作者和直播用户值得关注的选择。喜欢我这种硬核车载内容视频的老铁们，记得一键3连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，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